美俄同时升级步战车，主攻对无人机和火箭弹的防御。乌军展开对67旅的调查，多地被俄军占领。无导弹洗地俄罗斯，一举消灭数百俄军。美空军泄露俄乌机密。5月1号，有媒体爆料，得益于610亿援乌资金，美国陆军推出了最新版本的 M2 布拉德利步战车 M2A4E1。这次升级呢，最引人注目的点是这辆全新的 M2 装备了以色列的铁拳主动防御系统。安装在 M2A4E1 上的铁拳由以色列艾尔比特系统公司制造，负责组装的还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通用动力军械公司。该主动防御系统由2个发射器和4个传感器阵列组成，位于车辆炮塔周围。这些传感器是与红外摄像机配对的小型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用于检测威胁和控制发射器。这个发射器呢也很特殊，它的内部有一枚类似于破片榴弹的拦截器。当有飞行武器来袭时呢，就会被毫米波雷达和红外成像发现并且锁定。随后发射器就会发射出一枚拦截弹，这枚拦截弹会接近飞行物时爆炸。由于爆炸距离近，相比于我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采用的破片拦截，这种拦截方式呢，对穿甲弹也就是钢针能起到有效的拦截。多年来，美国陆军一直有兴趣为布拉德利增加一个主动保护系统，并且一直在密切关注铁拳。然而，一个最主要的障碍呢，是早期的布拉德利 A3 型缺乏额外的电力来支持主动防御系统。到了2022年，陆军开始为 M2A4 版本配备一个新的辅助动力装置，为铁拳的集成埋下了铺垫。同时，美国陆军地面作战系统项目执行办公室负责人格伦·迪恩少将表示，新一批的布拉德利将会援助给乌克兰，可能会有10几辆，但目前具体的援助时间还没有确定。说来也巧啊，俄罗斯最近呢也对步战车进行了改进。24年4月26号，驻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收到了第一批 BMP3 型配备仙人掌防护套件的步战车。该套件包含了俄罗斯新一代爆炸反应装甲 4S24。BMP3 是 BMP1 和 BMP2 步战车的继任者，在1990年在苏联陆军服役。该型号只在各种条件下与地面和空中目标交战，包括静止、移动和漂浮的状态。BMP3 配备了多种武器，包括一个100毫米的 2A70 半自动线膛炮，能够发射常规炮弹和制导导弹。此外，还有一门30毫米的 2A72 同轴机炮和一挺 7.62 毫米 PKT 同轴机枪，使车辆能够打击各种目标，包括坦克和直升机等缓慢移动的空中目标。该车辆包括了一个自动火控系统，允许在最远4000米的距离内与目标交战，具有手动和自动模式，以提高战斗情况下的操作灵活性。为了兼顾防御力和灵活性， BMP3 车体和炮塔由焊接铝制成，可以抵抗小型武器射击和炮弹碎片。它包括了间隔装甲作为标准功能，并可以选择添加爆炸反应装甲以提供额外保护。BMP3 呢由微型 UTD-29 柴油发动机驱动，使其在陆地上的速度高达70公里每小时，在水中速度高达10公里每小时。其2栖能力由液压气动悬架系统支持，该系统可以调节车辆的离地间隙。而这次的主角呢，仙人掌防护套件之前呢被称为 Caracal 或者 Caracal 2，主要是由陶瓷和复合材料构成的间隙装甲，在装甲的最后一层则是 4S24 爆炸反应装甲。4S24 呢是俄罗斯的一种爆炸反应装甲，包含炸药、金属板和聚合物机制的复合材料，主要功能是破坏由聚能装药形成的射流，例如火箭推进式手榴弹和反坦克导弹的射流。撞击时，反应装甲会直接向外爆炸，爆炸冲击波能够破坏聚能炸药的穿透能力，并且降低其有效性。整套防御套件呢，覆盖了车辆侧面的 62%、正面的 36% 和炮塔的 70%。此外呢，还有格栅装甲，以保护动力系统的炮塔后部。一套改装下来呢，车辆总重量是增加了 4.2 吨。虽然极大程度地降低了机动性，但是呢，大兵认为目前俄军对于 BMP3 的使用更多是将其当成一种远程火力支援单位。其主炮发射的100毫米口径炮弹能够在远距离压制火力。
所以虽然现在的俄罗斯处于战略进攻状态，但本质上呢还是壕沟战，机动性的要求并不大。相反，新的防御套件让它在面对无人机时生存率大大增加。乌军高层对67机械化旅展开调查。67旅呢是成立于22年10月，前身是乌克兰志愿军，全旅大概有2000多人，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坦克。在今年2月份，俄军开始向恰西夫亚尔进发，该旅呢也被调往了该地，参与对恰西夫亚尔东北部的防御。然而，该旅的绝大多数士兵都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志愿者，他们大都面临着训练问题和战场经验不足的问题。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1月份，该旅的最为精锐的第一突击连被临时调往了59机械旅。同时，该旅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志愿者和职业士兵在很多地方意见相左，而该部队的管理层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为接下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而军心不和的67旅在和俄军遭遇后迅速发生了撤退，导致恰西夫亚尔外围的阵地并没有对俄军起到多少的拦阻作用。俄军长驱直入，进入市区的东部，迅速与乌军展开了巷战。乌克兰真理报透露，该旅指挥系统的弊病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扎卢日内时期留下的顽疾。作为一支由志愿者收编而来的国防部队，在当初收编时呢，扎卢日内就留给了这类部队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如果乌克兰战事一路向好，这个问题并不会爆发。然而从今年开始，由于兵力以及弹药和物资的缺乏，该旅的内部矛盾开始爆发，同时乌克兰军方对该旅的控制力也开始越来越弱。而在希尔斯基上任之后呢，对该旅的编制进行了改革，遭到了志愿者士兵的反感。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该旅面对俄军进攻时选择主动撤出阵地。目前该旅的指挥部已经被解散，指挥官正在接受调查，其余士兵呢将会被分散到附近其他的乌克兰部队里。大兵认为，目前呢乌克兰极度缺乏兵员，由志愿军组成的武装是乌克兰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然而在扎卢日内时期呢，由于战事吃紧，乌军可能没有功夫加强对这些部队的控制。但在希尔斯基上台接手了这个烂摊子后，同样不好下手。主要原因呢，就是经过长达2年的战斗，这些独立部队已经习惯了原有的作战方式，而战事吃紧，希尔斯基没有功夫慢慢改变现状，只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呢，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67旅这样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增强乌克兰最高指挥部对下属乌克兰各个武装势力的控制是势在必行的。只有所有乌克兰人团结一致，才能对抗数倍强大于自己的敌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线。俄罗斯北方集团军已经在其位于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和别尔格罗德州边境地区部署了不少于5万名俄罗斯部队。隶属于列宁格勒军区的俄罗斯第44军团向北方集团军群移交了多达3700名士兵，并在库尔斯克州部署了第128摩托化步兵旅、第30摩托化步兵团。但大兵认为仅靠这5万人还不足以吃下哈尔科夫或者苏梅，接下来俄军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军事调动。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俄军的目的是彻底占领哈尔科夫市，那么其总投入的兵力应该是不低于10万人。而在恰西夫亚尔，形势也愈发严峻。俄罗斯军队最近在恰西夫亚尔以东和恰西夫亚尔东郊推进。5月1号，俄军呢已经穿过了恰城以东的森林地区，并沿着 K 郊区进一步推进。俄罗斯第200摩托化步兵旅在博赫达尼夫卡推进，第98空降师和第11空降师到达了恰西夫亚尔以南的西维尔斯基顿涅斯顿巴斯运河。而在阿夫迪夫卡，俄军继续沿突出部向西南进攻。随着乌军的撤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呢，俄军可能会在这里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在顿涅斯克西南部，俄军占领了帕拉斯科维夫卡，该城市在23年3月被瓦格纳攻占，但在乌军的夏季大反攻中重新被夺回。而在今年5月，俄军再次占领了这座城市。同样是5月1号，俄罗斯占领了扎波罗热州南部的罗伯季涅。这座城市呢，因为俄军的攻击而遭到严重的破坏。在23年3月8号，第47旅在这座城市内升起了乌克兰国旗。如今这里又再次被俄罗斯国旗占据。
5月1号，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新的视频，显示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的大批俄罗斯军队遭到了 MGM-140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攻击。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乌军发射了4枚导弹，3枚哑火，1枚导弹在俄军上空爆炸，内含集束炸弹，造成了117名俄军的伤亡。然而呢，有俄罗斯媒体声称，乌军无人机观察到的所谓的死伤的俄军，其实是树和其映在地面上的影子。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没有对该消息做出评论。很明显，这次打击呢，旨在挫败即将对哈尔科夫进攻的俄罗斯部队。乌克兰军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穆西延科，这种打击对卢甘斯克地区至关重要。俄军正在卢甘斯克州东北部地区训练其部队，这些部队呢正在为哈尔科夫州做准备。俄军呢即将在那里发起大规模攻击。根据美国科学联合会的资料，每枚 MGM-140导弹可以携带约950枚反人员子弹药，它们呢类似于 M74 手雷。子弹药的底火通过电子引信触发，使其爆炸时间相同。在经过目标上方时，导弹的弹仓会炸开，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呢，近1000发破片手雷会均匀地分布在目标区域上空。每枚子弹药在撞击和爆炸时会分解成大量高速钢破片，这些破片呢对卡车轮胎、导弹外壳、轻型车辆和雷达天线等目标有效，杀伤半径约为150米，是针对人员的大杀器。5月1号，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国空军已经指控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1等飞行员特谢拉犯有1项违反合法命令的罪和2项妨碍司法公正的罪。根据官方消息，22岁的特谢拉公开了他作为军事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专家无关的美国军事机密，并在有关部门发现后处理了证据。在今年早些时候，特谢拉呢在联邦法院被判有罪，罪名是非法收集有关乌克兰战争和其他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度机密军事文件，然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将其泄露到了社交平台 Discord 上。他对于所有的6项指控均表示认罪，并同意判处16年徒刑。在5月1号，美空军又发起了3项新的指控，包括了在任务期间进行不当行为，在22年9月到23年4月期间多次不服从命令，依旧查看其职权范围之外的军事文件。而他泄露的文件呢，包括了乌克兰部队调动的秘密评估、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和装备的情况，以及五角大楼的其他机密。根据事后调查，特谢拉的上级一再告诉他停止寻找机密情报，但是没有向安全官员报告违规行为，也没有确保他已经销毁了保存的机密。有关部门已经对与泄露有关的15人进行了纪律处分。目前尚不清楚此人泄露机密的真正原因，不过有消息称他是为了炫耀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这些机密的。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